那么这个是怎么画出来呢？是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之上，它是有这个体在的，啊，这个面、侧面和正面的分界，侧面和正面的分界，全弓在这里面是有的。眼睛的位置，虽然是看起来好像简简单单随便一涂，但是涂的是有形的。这块为什么抹一下？就是在去分正面和侧面。为什么感觉上很虚，没有画多少东西，但是能够感觉到清晰的五官造型？没有这个作为支撑，上来勾个圈儿啊，就开始画五官，大概率是画不好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中间的这个头，这是一个纯正面的。纯正面的话呢，我们先画一个它头的长宽比例，然后我们用略微带点弧度的线概括一下它的基本形，在这个基本形上面做垂直的线和水平的线。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，先把这一步做一下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画的这个人是一个正面的方体呢，只能看到一个面，把它轮廓形上宽下窄的大致特征勾一下，这个就是基本的形。这一步做完了吗？然后下一步画它的基本体，注意看啊，我画的时候你先看我画完了之后，你再跟着画。我让你看的时候你就看，然后我停笔的时候再给你时间，照着我做的再做啊。先看，画它的基本体了，正面、侧面的分界，这儿左右两侧在中间两侧对着画。好，正面、侧面分出来了。来，大家画一下这两条线，这个搞定了吗？然后我们再从下颏结这两个点分别做两条线斜过去，这两条和侧面的这两条相交的这个位置，下颌角，下颏结下颌角。好，基本体积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把它用较重的线勾出来。上面有一个顶点，两侧有两个拐点，这两个拐点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顶结节，顶结节是头骨里面的一个骨顶。从正面看到的侧面比较少，看到这个半侧面比较多。一定要注意啊，介于正面和侧面之间的面，脸颊这个部分是半侧面。这个是额头上面这个额丘连线，额丘的连线呢形成了正面和顶面的分界。这个就是正面脸，这是顶面，这是侧面，这是半侧面。那这个头的基本体积就分出来了。这个画完了吗？头发的轮廓呢，可以先不用管。然后看这张图上面的这个，它是一个抬头的，抬头的方体长什么样子？这个方体它是略微能看到，这边侧面稍大一点点。这个方体呢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来，先把这个方体画一下，仰视的方体。仰视方体画完了吧？然后我们画这个仰视的头部，我们用弧线啊，你看弧线，用弧线去画方体。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头的基本方体角度先给它找到，正面和侧面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这边看到侧面多一点，然后它的中线呢是微微有点偏的，你可以把它中线画一下，两眼连线略微靠上，成一个弧线。你注意这几条线就已经开始偏方了啊！这一条为什么画的短？是因为下巴前面下颏结中间这一段比较短，所以说在这意思一下，它代表的是方体的哪条边呢？能找到吗？它代表的是方体中的这条边。然后这一步都做完了吧？侧面、正面之间的分界。正面和侧面的分界找到没？找到了之后，我们再去找两个下颌角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是颧骨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它成一个弧形弧线往下走，
所以仰视的情况下，耳朵的位置比较低，这边侧面脸大，所以说这边耳朵呢看着也大一点，这边侧面脸小，所以耳朵的看的也小一点。虽然没有画具体的五官，但是这个头造型是很扎实的，你能够感觉到清晰的感觉到它的基本的体积以及它的一个角度状态。这个是一个头的一个基本体积，也是基本体积，跟这个呢一样，只不过呢要比这个基本的体积更多了一些自然的造型。那么这个是怎么画出来呢？是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之上，它是有这个体在的，啊，这个面、侧面和正面的分界，侧面和正面的分界，全弓在这里面是有的。眼睛的位置，虽然是看起来好像简简单单随便一涂，但是涂的是有形的。这块为什么抹一下？就是在区分正面和侧面。为什么感觉上很虚，没有画多少东西，但是能够感觉到清晰的五官造型？如果在这个上面让你去把这个鼻子、眼睛、嘴勾出来，那就很简单了。勾出来如果形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五官的形啊、结构啊没什么太大问题，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头。但是没有这个作为支撑，上来勾个圈儿啊，就开始画五官，大概率是画不好的。这个不要跟着画啊。